古代青楼女子年老色衰后，如何度过余生？古代青楼女子在文学作品当中比较常见，书生和青楼女子的唯美爱情，像《玉长春》里面的苏三，杜十娘里面的杜十娘等等。这些女子她们大多长得非常漂亮，有一定文化，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她们多才多艺，一旦喜欢上某个男人，就愿意跟他们从良，托付终身。她们有些是卖艺不卖身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，而他们的结果有的挺完美，有的很悲壮。像《玉长春》里面的苏三，苏三跟着王金龙结局就很美妙，最后王金龙娶了苏三，但是杜十娘的结局就不这么好了，怒沉百宝箱，最后投江自尽。青楼女子身在红尘之中，她们有的靠才华，有的靠身体赚钱，但说白了都是吃青春饭。那么如果她们没有找到如意郎君，老了之后会有怎样的生活呢？首先她们第一种选择就是嫁人终老，所有的女性都希望遇到一个爱自己的人，那些青楼女子也是一样，但是她们入青楼的时候都签了卖身契，只有自己赚的钱足够还债，后半生才有自由的机会。当然也不乏一些有才华又有容貌的女子，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，为她们赎身的。她们获得了自由身之后，都会嫁为人妻，生为人母。当然这应该是这些风尘女子最好的归宿了。而第二种选择呢，就是在寺院青灯古佛了。很多青楼女子离开青楼的时候已经年老色衰，很少有人愿意迎娶她们，因此她们会在自己手里还有点钱的时候选择施舍寺院，等她们老了之后也不愿意回家，害怕受到别人的指点，所以寺院是很多人的选择。年老的时候静静心也未尝不可，也为自己的过去赎罪。青灯古佛相伴的日子虽然清苦，但也十分清静。第三种选择就是继续老本行做老鸨。很多青楼的老鸨都是从妓女走过来的，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名噪一时的头牌，老了之后不愿意去别的地方，也就索性留了下来，继续守着这份所谓的事业。而第四种归宿呢，就是孤独终老。有些妓女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赚到什么钱，接触的都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，也没有钱给自己赎身，他们就只能一直干下去，直到自己年老色衰的时候被青楼赶出来。此时他们无路可去，去寺院都没有香火钱，只能用自己仅有的积蓄租一个小房子，挂上牌子继续自己的老本行。但是这个时候的客人那就可想而知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些青楼女子大多是用自己上半生的钱来养活自己的下半生，她们的晚年大多都比较凄凉，有的甚至可以用凄惨来形容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